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发表了一番对中国充满威胁意味的讲话。他宣称，中国应该帮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军事行动，否则中国将失去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还警告称，如果试图破坏西方制裁的话，将面临经济后果。对此，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中国坚决反对将中俄关系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强调，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和胁迫。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地时间周三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演讲时发出所谓警告，他宣称热切希望中国能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来说服莫斯科寻求结束这场冲突，并指责对这场战争坐视不管的国家目光短浅。据路透社报道，耶伦还表示，美方呼吁对俄罗斯采取坚决行动，而中国如何响应很可能会影响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以及进一步拥抱经济一体化的意愿。他甚至语带威胁，声称对于就国际制裁俄罗斯行动保持观望的国家来说，任何削弱制裁的行动都将触怒美国及其盟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对此回应称，坚决反对任何对中方立场的歪曲和抹黑。赵立坚介绍，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一贯坚持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认为处理国际关系不应有双重标准。乌克兰的主权安全应当得到维护，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同样应该得到尊重。欧洲的和平稳定值得捍卫，其他国家的和平稳定同样值得守护。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是建设性作用，我们主持的是公道，谋求的是和平，着眼的是长远。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的立场和愿望是一致的。我们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和胁迫。时间终将证明，中方的主张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坚决反对将中俄关系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强调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耶伦发表此番讲话的场合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该机构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旨在推动对北约和集体安全理念的支持。有观察指出，此次讲话代表着耶伦担任美国财长以来针对中国最为严厉的表态，因为就在上个月，耶伦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还曾表示，因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制裁中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即使在周三当天的讲话中，耶伦也出现了表态前后矛盾的情况。据德媒报道，耶伦在讲话后的问答环节中话锋一转，强调美国需要与中国努力合作，以避免出现两极的全球金融体系。美国现在以价值观、政治制度为这个理由来挑逗中国与欧洲、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这个重构全球产业链，企图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做法，我觉得是一种这个非常阴险的，或者说为了美国一己利益，它对于全球经济、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来说是一种挑战。还有媒体在周四的中国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及，有外国商业伙伴要求中国企业表态反对俄对乌军事行动，否则将影响双方正常商业合作。对此，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指出，俄乌冲突以来，有关国家对俄实施系列制裁，对中俄正常经贸往来造成扰乱。我们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不当禁止或者限制中国企业同其他国家企业开展正常经贸活动。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